这是阿里山公路，我们和朋友相约，在2023年3月25号上阿里山赏樱花。在晚上酒足饭饱之后，我们这3对年过半百的夫妻在一起聊天，谈一谈我们即将有的退休计划，还有我们对于小孩子的教育，以及成为一位医师所具备的条件。阿里山是我们的国家风景区，正逢樱花季，车子也都无法直接进入宾馆，我们必须要搭接驳车才能够入住我们的饭店。我们的住宿是阿里山宾馆，这一个晚上要价17800元，可是在这樱花季的时候，仍然是一房难求。是否在疫情过后，这是一个报复性的旅游？不过能够在这高海拔享受着这蓝天白云，听着小火车的汽笛声，落叶缤纷的樱花，茂密的森林，苍天的巨木，清脆的山峰，白云，另外还可以体验到壮丽的日出、日落和神秘的云海，这些都是阿里山最独特、最壮丽的景观。6尺的大床2个，看看外面的视野。还真的是睡在森林里头。房间大又明亮，非常宽敞，设备非常的完善。在傍晚的时候，我们爬到顶楼，想欣赏一下日落。可是我们的运气非常不佳，只看到白雾茫茫，白墙一片。我们订的方案是含晚餐以及早餐，这是他们的餐厅，都是 buffet 的形式。好，我们现在全员到齐。OK。喂，你好，我是 Tony， 我是谢东义。哎，这个企业家。你好，我叫雅芬，他老婆。美女。江瑞田先讲。江瑞田。好，江太太。有名的医师。江太太。好，这个当家的，我的老板。好。那个大陆啊，我这次去就感觉就很多，因为他们的包袱减少了。负担也减少了，因为很多老人家都挂掉了，只是他盖牌你们不知道，他都已经挂掉了，所以说他们有多余的钱可以消费，所以他们的消费市场会非常快起来。本来都是要分一些钱给那些老人家花，有没有？或照顾啊，现在不用了，因为差不多都我看1/2以上都挂掉了。真的，70-80岁以上的。我们台湾都挂这么多了，更何况那边。我们是抗病不要的。好，那这样哪位啊？我在那边应该是没有。我做居家的，我的病人也走了不少。对啊。
都是 COVID 的。对啊 Tony， 我觉得 Tony 讲的财务自由这个是蛮重要的。财富自由啊，它有一个名字叫 FIRE， 你知道吗？FIRE 就是 Financial Independent， 然后 Retire Early，Retire 退休。其实你要退休，就看你设的目标啊。你只要生活能够自给自足，每个人你当然可以，三餐200块就可以自给自足了。可是不行啊！你要看你退休不可能只设这个目标哦。所以就是说，看你的标准在哪里啊。如果你只是单纯想要有自己的这个时间，任何人几乎都可以退休，你只要没有负债，你也可以，大家都可以啊。对，其实这个不可能是我们的希望。对啊。像我很单纯，我如果要退休，我只要睡眠充足啊。3餐有人煮饭，有人煮饭，其他时间就是我打球、运动，对，时间就过得很愉快了。可是打球也要钱啊，运动也要钱啊。那就不要打球，跑步啊，跑步。不是，可是你收入10块钱，你花几毛钱而已，这个太少了。你应该要花多一点，10块至少要花1/2啊，要把它花掉。对啊。其实我们大部分现在问题都是你赚的钱花不完。对啊，那你一直增加，那要怎么办？是啊，所以退休。其实我现在在担心的一件事情是，我刚才跟Tony拿面来，然后跟他们讲来，就是其实现在的货币贬值速度比我们想象的快太多。我这次去美国的感觉，我过年期间去美国，去美国的感觉就觉得哇，货币贬值的太快了。因为我儿子的那边社区说，他说隔壁的97年买的。这个社区，才卖25万美金，现在已经超过100万以上。所以1997年才过23年，已经过4倍5倍了。所以不是那个不是你的房子一直涨，是钱不值钱。那你现在你要先了解清楚，你现在假设，我现在预留，我一个月我可以存10万块。我一个月可以花10万块，但是你假设你退休30年之内你还没死掉，30年之后你的10万块已经没办法花了。这个才是重点，你知道吗？因为它贬值的速度已经远比你想象的，所以说我觉得退休的人员最可怜的是什么？是因为他退休金不会因为随着那个货币的贬值，它会增加，不会。所以退休人员，我觉得这一点是你真的是真的需要考虑。所以我每次有人笑他说：“你那么用力努力运动干嘛？活那么久没什么用。”退休金没什么用，钱赚不够多。其实你只要不是无可刮牛，那你住的都有。那其实你说这个货币再怎么贬，那你的那个物价再怎么高，那你一天就吃3餐啊，青菜豆腐白饭也是在过，只是怕那个身体，你只要欲望可以维持住，对，生病要看护什么？对啊，可是生病你就需要看护啊，对啊，看护。在台湾有健保，但是我会有对心态上没有安全感，觉得自己没有收入，你会看着你的积蓄这样少。那所以你不要心态上，你心态要像我这样，3餐假8安就好了，你说不一定要存几千万啊，你只要没有负债，那你住的地方是没有贷款，你就可以很好过。你一天看2个病人，你就花不完。真的。这个大概是唐医师了解的。从哪边走？都可以啊。好，你带路。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 telling me just what a fool I've been. 听说这3只是最后的吉野樱，右手边的3只。他说这3个吉野樱谢了就没了，就全部的樱花季结束。那个像我说的，他是台南人。然后呢，他捐学校，捐100万，自己要买个车子，像说买个911看我们在开啊，他不买新的。买中古的，1年2年的，他自己花钱都很省，他在捐学校就在看看，对啊，他成佛不成。这个就现在我看到很多医生都非常有学历，好像都不太舍当医师的特质。所以你那
那个，我儿子一直强调，他说美国当医师不是台湾当医师那个样子啦，那个真的是要很有兴趣，对病人很有爱心，才可以去当医师的啦。你会这样讲？我想想，大概真的只有江医师真的有足够。其实各行各应该都要，你要乐在其中，你做那。其实老实讲，就是说你家有没有钱，不是说你家财产有多少，这个没有用的。可动用现金。对，有动用现金可以流动的现金有多少，这个才是你真正你可以花的东西啦。你的家的财产，那个你没有人一直在卖土地来过日子了。对，这个退休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可应用的那一个流动资产变少了。所以事实上，你讲球牌我拳头买了还不到3年呢，我可以在这边非常那个大方的分享，我这3年打球全部弄免钱啊，唔免钱搁趁钱，我若打遐球牌卖掉，我搁趁钱，这几年拍都免钱。问题是你没卖呀。就不用卖，我随时可以卖啊，随时可以涨。但重点它要涨，就不用卖。对啊，不是随时有人接哦，那个不是说你卖可能有行无市。我知道啊，你绝对不要误会。这个就像说我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值1亿，问题是你就在住啊，你也没卖啊。跟打球其实也不用打，也可以打球了。只是你心里就比较有一个稳当，就是说我投资这个，就是我随时要换现金，就会有那安全感，我就可以。其实还没有想到那么多了，唯一比较感觉比较好的就是我比较舍得打球。因为它半价而已，你知道吗？你如果没有球牌要将近3000，有球牌就半价。都凊彩拍，反正半斤就打到折。我都还想说，有钱人干嘛计较3000或1500？每次这里来说都很少。那个感觉都不一样哈，感觉的。不到1500了，可能1000。没有，现在1455。你用1000多少？那个不知道65岁还是70岁以上才有。我更辛苦，我去把。我拢去给，拢去给。天空不作美，下着毛毛的细雨。我们撑着伞，走在这樱花树下，也是别有一番风情。他说吉野樱是朝下，你们随便讲话，乱七八糟，随便队形。日本的牙医收入怎样？比台湾好吗？不会，不会哦。就他那边的医生跟台湾的医生的收入跟一般人不会差太多了。我们台湾收入算跟一般人算高，他那边其实就跟收入差不多。可是日本的医师不是也是收入？我们这边可能可以，我们这边可以是10倍、20倍，但那边顶多5倍就很多了。不过日本的生活条件应该比我们好。而且他去那边都变得跟他们说，他现在跟我讲说，他1个礼拜只要上班4天就好。对呀，他们就是那个环境就会说，比较重视好很多。对啊，重视生活品质啊。对，没有错，是生活品质好很多。对啊，不像我们台湾人都，不像大陆些都很卷嘛，大家就我就是要竞争啊，赚很多钱。他们那边不会这样。对啊，我就觉得感觉比较不会像我们台湾那么重视钱，钱才是赚很多钱才表示你成功。对，事业成功。你们都往前走，很漂亮。后来你现在已经毕业了，他直接去美国apply就好了。可以吗？他可能不想那么累吧。他不想，他根本其实也是我们逼他的。他去波兰还去打校队，去整个波兰去跟那个波兰其他大学打校队。他的梦想就是要打篮球。正好啊，去美国就是憋呀。波兰的那个篮球水准很高哎。还好啊，他就是台湾就是想要，他跟我说他读体专。你看我们对啊。那时候念1中嘛，高一他说是他想要转学去体院。这个想法非常特别。对啊，他就爱打球，我就觉得，不喜欢练。所以我就说，当我们小孩子也很辛苦，他要做的事情，我们就好好去阻止他这样。结果到波兰还是去打校队，想要我也不错啦，他至少医学院把你念完啊。对，是去参展，我去参加新加坡展，碰到一个老外，他就是我们贵人，他就一路帮我们这样带了起来。对，这个应该是人生的机遇。你说的重点，真的。
对，因为我们有观察过，对，我们仔细观察过，大概是这样。有什么成功的人，然后你的贵人从哪来？人家也是因为你可能是你收来的，或者是说你本来对人的态度，那你一去，人家觉得你这个人态度是一个可信任的一个，人家才愿意去帮你。如果你给人家就是一副不可信任的样子，人家不会想要去。那你这个应该是长期培养出来的一个气质，还是什么表现出来那种让人家的感觉？对啊，像你们看人也要很准啊。对啊，我觉得你们商场上看人要很准。就要看着让感觉，反正就是你讲的嘛。你要看木剧，你看的是有那种感觉的。我相信你看木剧跟看人那态度，都会有那种独到之处。其实还好，看久了就有经验。我们医生也看很多，什么人都看，对不对？八大行业啊，或者正常的也看过了，对不对？对啊，这个人在你面前哦，都比较不会伪装啊。哦，所以你问什么他都会讲，跟你在商场那个人，你的客人会骗你，你要有世人之名啊，他们骗你，你要能够看出来。我们的病人不会骗我们啦，所以我们的辨识能力可能没有你。对，也就是说，在这个背景之下，医师都相对的都很单纯。问他什么？从我坐月子开始讲起。从他的人生，对啊，什么问题都怪在坐月子上面。那是阿嬷来看病都有这样。对啊，我跟你讲好话，我回来这么才会这样。对啊。像说，比如像说你们挂号的人非常多，你碰到这种病人，你给他注意。反正我就把面前这个病人处理完外面的我不再管。就你愿意等你就等，你不等你就看其他医生。可是我们身为病患哦，有时候会很生气医生这种态度。所以我的Google评论都对啊，你是跟他聊天的，等太久了。对啊。有的病人哦，你不让他讲完哦，你开给他吃了药，他就是觉得没效。对。有时候我们就在这里等进去那个已经5分钟了还不出来，有时候真的是等到。这医生直接冲他聊天了，我就会自己在那里 OS， 是怎样？有时候是聊这么久，有时候是真的在聊病人心理的问题。有时候他可能是忧郁症，你可能会前因后果会聊一下他目前的症状，你可能会9个问题都要全部问完。病人在外面听到说，你管他睡眠好不好？你管他胃口好不好？因为其实我又不是富二代。我们钱也是辛辛苦苦赚的，我们是最近比较在学习怎么花钱。你不要看我们做经济舱去德国对啊，我都想你们俩干嘛那么省？我们刷黑卡的呀，做天餐吃的，他10几个小时，等一下。所以说我们的概念还没有提升呢。我们是坐经济舱去买7个包回来。7个包，谁要7个包多少钱？7个包2个 hummus， 所以说坐经济舱去买200多万的包回来。能想象。不是这个概念就不知道为什么。这比较刺激啊。越捐越多。我听每个人讲的，我们并不是刻意的哦，不是要和他换哦。就反正就是。对，那就自然而然就来。然后。你碰到什么事了没有他有那个符令嘛，你通常你是不用弄然后碰到什么事因为你不是临时有什么事才去求他的，你就备而不用当你有什么事的时候，真的说在那个左右的时候过的关卡的时候，符令把它一烧一求就 pass 了。也是有个因缘机会的，之前碰到一个师姐也是学门的，她跟我讲说，人到一个地步就是求身心灵。身心灵求平衡的时候，什么事才会顺？之前他对这种宗教的事情，我都不相信，不会捐，也不会那个他就后来因缘机会，不知道怎么了来跟进这么，还有接触了之后，因为之前的感觉是事在人为啦，对吧？反正靠我们自己，我的客户顺便闹好不力量是吧？可是不晓得，他们就年轻人都会这样想。当小火车缓缓地驶入森林时，让我想起我学生的时候来到阿里山，也是搭着火车上来的。那时候几乎要耗掉8个小时的时间。看到这一棵倒下的巨木，想当年也是茂密枝叶矗立云霄，见证历史兴衰。如今尘归尘，土归土。